阳光明媚，又是在埃及美丽的一天。红海，今天风好大呀！你看这海面上白白的浪花，我选我今天穿哪一件？一个是这种蓝色连体深 V 的，再一个是这个黄色比基尼分体的。这边这风真的太大了，而你走到街上，那个风是夹带着沙子的，叭叭叭打你脸上。你觉得怎么样？要不要拿下？会不会有点过于 too much？ 在国内穿，感觉时间就是应该浪费在这种地方上，非常非常快乐。他们来埃及3次了，连金字塔都没有见过，他们就只在那边度假的。我现在在去沙漠的路上，你看我的视角。你要想给钱就给，不想给就不给，那肯定是要给呀。对应我之前听过他们人非常友善，他们就不会像埃及人那一直追着你说要小费啊，要$1。Bedouin has their own language, right? Bedouin in Arabic, no. Oh, same. Yes. 啊。But, 早上好，同志们，我在埃及打哈普。哇，这个画面好好看。哇。达哈普就是在红海旁边的这一个小镇，它没有沙漠那么的商业化。然后这边一直往上就是以色列了。我昨天从沙漠坐大巴过来的时候，路上遇到过好几个那个检查。阳光明媚，又是在埃及美丽的一天。先来逛逛这个城市，这个小镇。昨天晚上到，什么都没看着。今天先来逛一逛，第一印象，那里就是我住的地方。这边小巷进来，往前走就是红海。今天风好大呀！你看这海面上白白的浪花。但是可以看得清吗？这个水超清的，它的近的话就是那透明的水，再远一点就是绿色的水，再远一点就是浅蓝色，那再远一点就是深蓝色，怎么这么美啊？但你看一下我这次住的民宿，超级的漂亮。这一个蓝色门是自助入住的，蓝色门走进来，这就是我的家啦。右边就是一个厨房，你可以这边做饭。今天早上煮了鸡蛋，看这个颜色是不是特别的墨西哥？这边是一个厕所，然后这就是我的房间。超级的美丽，就是颜色真的很鲜艳啊！哇，这看起来真的太像弗里达他家了，我感觉我在墨西哥。跟我的卧室合照一下。所以呢，今天行程就是去浮潜，然后去逛一下这附近，因为这边是一个非常那种嬉皮啊、数字有名的这个一个小镇。我昨天来的时候就感觉非常喜欢这边，这边有非常多那种外国人开的餐厅。我这边现在看到了泰国餐厅，它还有木瓜沙拉。非常正宗，然后这边水资源是好到你直接去租一个那种浮潜面镜，你就可以直接下去，就下海去开始看小鱼了，你就不用去包个船去到海中间开始浮潜。这水资源就是这么的好，红海就是这么的定。我再特意带2个泳衣给你看一下，你帮我选一下我今天穿哪一件。一个是这种蓝色连体深 V 的，再一个是这个黄色比基尼分体的。我现在出来了，就在海边这个闲逛，找到一家绝美的餐厅。但是风真的太大了，所以我感觉今天浮潜也浮不下了。就是风太大的话，你在海里面浮潜的话，它那个浪就是一直把你吹到那个珊瑚那边去，那珊瑚又很危险，就割到话手就会破皮什么的，所以就是反正今天应该浮不了，看到明天能不能浮。但是我可以看一下这餐厅，好美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边人都要戴那个头巾了，头跟下巴都遮住，只不是一个眼睛，因为这边这风真的太大了。而你走到街上，那个风是夹带着沙子的，叭叭叭打你脸上，所以你真的是只能够这样子出门，并不是说宗教信仰或者入乡随俗，是真的是生活所迫。先喝一口，请你喝来自埃及的拿铁。又来逛地毯店了，永远的地毯。我刚看中了一块地毯，我特别喜欢。我看到了这个是小挂毯，它连在一起的，变成一个门帘一样东西。然后这个我给它找了订了10个，所以你刚刚就会给它叭变成一个门帘，就打开我的门就这样。就很好看啊！我的灵感是来自于那个东北的，他们那种商场进去不是有一片一片那个进去吗？就打开，然后家里面如果放这种就很有异风情，然后又很实用。不然的话，这种小地毯我买多了，我在想就在家里面全部挂来自世界各地毯，感觉有点过于同质化，但是给它运用起来生活化的话就很好看。看这颜色多么鲜艳，这就是尼罗河啊，就是骆驼啊，就是开罗，埃及的月亮。传统节目看试一下衣服，我试了一个这个呢是一套的，好像席琳迪翁感觉上台表演了。我就喜欢它这个袖子啊，感觉非常飘逸。然后它这一个是它后面是打开的，然后就是这样交叉这样穿的。你们觉得怎么样？要不要拿下？会不会有点过于 too much 在国内穿？看到这些金币闪闪，哇塞，这些钱包也太牛了。老规矩啊，B 书的评论里面抽送。我本来想说这个每个人送1个，结果他这次有2个。所以说，看看到时候谁拿到这个吧，就是随机发货，我觉得特别的可爱，可以装你的钱。虽然像我们不用钱了，但是你可以装你的什么卡呀，或者什么充电线在里面。爱来自埃及，而且这家店卖的包都超级的好看。你看这个包，这个帆布包，就是感觉回国可以背的，而且特别的埃及，一看就知道是埃及买的。下面这种包虽然也很埃及，但是有点过于，回国不知道怎么搭配呀。
但是做工真的很牛啊！你看这个手工，这都是手工做的哦。逛了一下街，这个风小多了，来到了海边，非常打哈普的一天。你看那边就有那个，是你把那一个类似于那个帆一样放在那个板上面，然后你就可以这边随着那个风，随着那个浪，就是随风起扬。然后这边还有人在划桨板，超值得我要去租一个。这边还有人在做那个，就是他们学那个潜水，就打哈普这边是学潜水最便宜的地方，甚至比泰国这边还要便宜。学潜水之前那个上课就要在这边来这个潜水去感受一下那个什么气阀什么七八的。如果你学潜水，你就会知道这些东西。然后看我看到了什么，这一个，看，好多水草，像一颗海藻，随风飘舞，哇！然后你看这一块，这边看起来像白灰灰的地方，就这边会很多珊瑚，下面就肯定超多小鱼，所以你看这边就很多人在管子上，他们就是在浮潜了。浮潜就是你就算不会游泳，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你是可以在水面上呼吸的，就这种感觉。随机路上找了餐厅，又坐下来了，在这边一块，这边这个海边全部都是餐厅，然后这些餐厅呢就是那种说是比较商业化餐厅，但是价格也都不贵，人民币也就差不多50、60、60、70这样，你可以吃一顿饭。关于这个餐厅，它就是在海旁边，所以你就吃饱饭你就直接换个泳衣，如果你带上的话，你就直接下去就可以了。而且这边的话，整个氛围就是非常的休闲，非常的慢慢的，然后上菜也很慢，结账也很慢，然后这边做事也很慢，开业很晚，所以你就是不管你多紧张，你多么焦虑，来这边自然会被这边的氛围感染到。你看到这些在海里面游泳的人啊，在划船的人啊，看做各种运动，然后海边躺着太无所事事的人，就感觉非常生活，就感觉时间就是应该浪费在这种地方上，非常非常快乐。而且这边价格也非常便宜，所以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来到打哈普，为什么那么多人来到红海这块度假。因为前两天我在那个沙姆的时候，我就遇到几个外国人，他们就是专门从他们国家就只来到沙姆，拿着回去。他们来埃及3次，连金字塔都没有见过，他们就只来这边度假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埃及不是一个千年古国，对他们来说，埃及是一个度假之国。我觉得有意思，就跟我们的想象中埃及完全不一样。但是下午2点就最热的时候，打算吃个饭，然后等着下午我要去上班啦。好美的画面，怎么看这海中金闪？哇，水好清，超多小鱼，快看快看！我从没想过我会以这种方式坐上了卡车的后座。我现在在去沙漠的路上，你看我的视角，哇，好美，好棒啊！我买了那个地毯老板他们家的地毯，大买特买，应该不是因为我买了很多，他提出送我去沙漠玩，应该他就是跟我有眼缘，我觉得啊。然后就说我们平常会去沙漠玩，你要去的话，我可以开车载你去。他说你要想给钱就给，不想给就不给，那肯定是要给呀，你要做这么多 effort。然后我还叫他帮我买车票回沙姆的，因为我会从沙姆去开罗，明天去车站，他还要送我去。就这个老板，他赚我这几百块钱图什么？情绪价值给的太好，他就要赚钱，我也让他赚。而且在做好的之前，他还给我把这个披露给弄好，就做的特别的软，细心难提眉。现在咱们是在比多沟西，一起来享受一下夕阳之下，在埃及打哈普的这个街头吧，卡车视角。车停了，我们下来坐了，我把脸上给包住了。他看到我装扮，他说非常好。我刚跟他聊天，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贝都因人，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生活方式，因为他们就生活在沙漠里面，生活在那种比较沙土的地方。但是他不只是埃及才有，约旦这些都是有贝都因人的。贝都因人我之前听过他们人非常友善，他们就不会像埃及人那一直追着你说要小费啊要$1，他们就是非常友善，难怪他人这么好。然后呢，刚刚这样一路开过来，感觉就是来到了他那个地盘。但我刚问他不住在这边，他还是住在那个达哈普的。给你看，他们现在给我准备茶，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这边很多那个之前生过火的痕迹，就是这边是会有人
可能是他或是他的朋友或是他带游客过来都可以，因为像这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项目，跟贝都因人在沙漠里面看星空啊，甚至你想的话，你可以带个睡袋睡觉都可以，然后就会那种围炉煮茶呀，感受一下在沙漠里面怎么用沙子洗碗啊，怎么在沙子里面生火做饭啊，就是一个挺浪漫的一个项目了，我觉得挺不错的，来感受一下这种游牧文化。جبتها 它长了一棵草。لا تكثر لا تكثر لا هي تشعيرة دي فهم طعم كذي بس. Oh, smells so good. مش لازم تدبها فاهم عشان ايه نلحق نمشي خلاص. حلو كذا نصاص نصاص. Bedouin has their own language, right? Bedouin in Arabic no. Oh, same Yes. Ah. But accent. yes. Okay. But same.